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甚至有些细思极恐的现象？很多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赚到第一桶金，顺利升职加薪，或者终于过上梦寐以求的安逸生活时，往往不出几个月就会突然遭遇莫名其妙的滑铁卢，要么是投资血本无归，要么是健康亮起红灯，要么是人际关系全线崩盘。为什么人在低谷时能够咬牙硬挺，百折不挠，却偏偏在最顺遂、最快乐的时候，最容易栽下万丈深渊？其实，这个关于人性的终极弱点，早在几千年前就被《易经》里的一卦看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易经》第16卦雷地豫卦。我们将透过豫卦的无上智慧，来探讨一个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绝对会遇到，却极度容易被忽视的核心主题：顺境中的绝对清醒。你该如何嫁入快乐，而不是被快乐无情吞噬？这不是一篇传统的国学说教，而是一份为你量身打造的人生顺境生存指南。我会把豫卦的卦辞、大象传以及6个爻辞全部拆解成你我在职场、财富、情感与生活中会遇到的真实场景，并给你最直接、最落地的破局建议。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总有一个爻精准对应着你当前的处境。让我们先来看看豫卦的核心密码。记住一句话：顺境是拿来布局的，不是拿来挥霍的。豫卦的长相，上卦是震，震为雷，下卦是坤，坤为地。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漫长的严冬过去，春雷轰鸣，大地震动，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这是一个充满热情、快乐、愉悦与希望的卦象。豫就是欢乐、预备、顺心如意的意思。但古人的智慧毒辣就毒辣在这里，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春暖花开的狂欢中时，易经却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我们来看卦辞：豫，利见侯行师。字面意思是在欢乐顺遂的时候，最有利于分封诸侯，建立团队，出兵征伐。这句话直接颠覆了常人的认知。我们普通人觉得赚钱了，成功了，下一步难道不是该买车买房，出国旅游，躺平享受吗？易经告诉你，大错特错。顺境带来了资源，带来了高涨的士气，带来了人脉，这个时候是你能量场最强的时候，你最该做的是建侯，去搭建你的核心团队，去建立你的系统。你最该做的是行师，去开疆拓土，去拿下更大的市场份额，去执行那些你以前不敢做的大计划。快乐是老天爷发给你的行动筹码，不是让你拿去赌桌上挥霍的零用钱。我们再看大象传：雷出地愤，豫，先王以坐月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声震动大地，万物分发，就是豫卦。古代的圣明君王看到这个景象是怎么做的？他们创作音乐，崇尚美德，举办盛大的祭祀仪式来感恩上天和祖先。这对应到我们的现代生活是什么？当你取得巨大成功时，第一，你要懂得作乐崇德，把你的喜悦转化为正能量，去表彰那些跟你一起打拼的团队成员，去赞美别人的付出，把功劳分出去，用快乐来凝聚人心。第二，你要懂得感恩，不要以为所有的成功都是你一个人厉害，要敬畏时代的红利，感谢贵人的扶持。总结来说，豫卦的宏观大智慧就是，越是欢乐顺遂，越要布局未来；越是功成名就，越要分享感恩。接下来我们进入最硬核的实战环节，人在顺境和快乐面前，到底会展现出哪些丑态，又该如何自救？豫卦的6个爻，从下到上，精准描绘了人在顺境中的6个阶段与6种心理状态。首先看最底层的初六，明豫，凶。明就是鸣叫、张扬。初六代表一个人刚刚取得了一丁点成绩，或者刚赚到一点小钱，就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开始到处炫耀。买了个名牌包，要在朋友圈发10张照片；刚升了个小主管，就对前同事颐指气使，逢人便吹嘘自己的能耐。为什么凶？因为你的实力和根基还非常浅薄，过早的张扬只会招来别人的嫉妒与暗算，以及你自己的骄傲自满。浅水喧哗，深水沉静。
遇到这类情况，你的第一反应必须是闭嘴，戒骄戒躁，藏气于身，把你的骄傲收起来，把你的财富藏起来，把你的野心咽到肚子里。越是关起步的顺利，越要装傻充愣，闷声发大财，把炫耀的时间和精力拿去夯实你的基础能力，因为接下来的风浪凭你现在的底子根本扛不住。来到第二阶段，62，戒于时，不终日，贞吉。这是豫卦里最清醒、最让人敬佩的一个境界。戒于时是指心智像石头一样坚定，不终日是指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想象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疯狂炒作、狂欢，或者在一个声色犬马的局里，所有人都在放纵。62阴爻居阴位，代表极度的理智与中正。这样的人能够在满天飞舞的诱惑和狂欢中一眼看穿这只是一场泡沫，并且果断抽身，绝不留恋。给你的建议是设定绝对边界。当你身处狂欢的人群中，如果感到一丝不对劲，请相信直觉，必须像石头一样坚守原则底线。一旦看清是虚妄的享乐，立刻转身离开。自律才是最高级的自由，清醒是你最强大的护城河。接着看63，虚欲悔，持有悔。虚是向上仰视的意思。63处于下卦的顶端，看着上面有权有势的人，满眼都是羡慕和谄媚。这种人自己不努力创造快乐，天天看着别人的成功流口水，靠溜夫拍马来获得安全感。为什么会悔？因为这种快乐是依附于他人的，极度脆弱。如果你一直犹豫不决，不肯提升自己，迟早会面临被抛弃的巨大后悔。请立刻戒除仰望症候群，斩断依附心理，停止做别人生命里的吃瓜群众，把视线收回来，盯住自己脚下的路。真正的快乐和底气只能建立在自己的绝对实力之上。再来看94，犹豫，大有德，勿疑，朋和簪。94是整个豫卦里唯一的阳爻，就像一个团队里的核心大脑，一个家庭里的顶梁柱。所有的资源、希望和热情都源自于你。你现在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大家都在看着你。处在这个位置，你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但这时候你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怀疑。你会怀疑自己能不能承担重任，怀疑团队是不是真心。易经给你的指令只有4个字：勿疑。不要怀疑自己，你配得上现在的成就。同时，朋和簪的意思是，朋友们会像头发被簪子聚拢一样聚集到你身边，破除自我怀疑，慷慨分享，成就大业，展现出强大的自信，用你的愿景去感染人，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去干一番大事业。然后是65，贞吉，恒不死。65处于君位，看似至高无上，但大权旁落。对应到生活中，这就是最可怕的温水煮青蛙状态。生活安逸舒适，没有大风大浪，但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每天上班向上坟，下班只想滑手机，小焦虑不断，却又缺乏改变的勇气。贞吉就是长期的慢性病，恒不死就是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沉溺在长期的安逸中丧失斗志，比遭遇突发灾难还要致命。你必须主动引入危机感，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给自己找点麻烦，设定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人为的打破现状，用新的压力去治愈你贪图安逸的慢性病，让生命重新燃起斗志。最后来到顶点，上6，明喻，诚有余，无咎。明就是昏暗蒙蔽，这代表一个人在快乐和顺境中已经彻底迷失了心智，骄奢淫逸到了极点，完全看不清现实的危险，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边缘，大错已经铸成。但是易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永远给人留一线生机。诚有余，无咎，意思是只要你在这最终的时刻能够幡然醒悟，彻底改变过去的错误心态和行为，悬崖勒马，依然可以免于毁灭性的灾难。如果你现在正因为过度放纵跌入谷底，
请承认崩盘，置之死地而后生，立刻醒过来，放下虚荣，及时止损。只要愿意痛改前非，老天依然会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跌到谷底，意味着你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我们用了一整期的时间，深挖了易经第16卦雷地豫卦的底层逻辑。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快乐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种考验。顺境和快乐本身没有任何错，它是对你过去努力的奖赏。但错的是，我们往往在顺境中失去了敬畏之心，放下了戒备之甲。我们以为春天会永远持续，却忘了春雨过后就是梅雨，就是酷暑，就是狂风暴雨。热情与乐观可以启动你的人生，但唯有极致的清醒和冷酷的自律，才能让你在人生的牌桌上一直赢下去。享受快乐，但永远不要做快乐的奴隶。把顺境当作你积累资源、磨练心智的踏脚石，而不是让你沉醉不醒的安乐窝。看到这里，我想问荧幕前的你一个灵魂拷问：对照豫卦的6个爻，你觉得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是刚取得一点成绩，需要提醒自己藏气于身的初6？是身边诱惑不断，需要坚守底线的62？还是深陷安逸舒适区，每天患着慢性焦虑症的65？又或者你正处于94的巅峰，却对未来充满了自我怀疑？勇敢地面对自己，是破局的第一步。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目前对应的爻位，以及你当前遇到的困境与真实感受。把这当做一个树洞，我们一起在评论区探讨属于你的专属破局之道。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像一道雷一样点醒了你，请务必点赞、收藏，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正在经历顺境或者深陷舒适区无法自拔的朋友。有时候一句提醒就能挽救一个人命。保持清醒，我们顶峰相见，下次见。